啦，各位骚棒，今天咱们要盘的这部剧，我直接好家伙，堪称是 YY 网文照进现实的究极缝合怪。看完之后，我 emo 了整整3天，我的头快要裂开了。开局，女主舒婉正在便利店打工，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，我的妈，这不是咱们男主代号沉默吗？他正推着个小破车，专心致志地从事着环保事业，也就是捡破烂。这俩人一看就是老同学，还没来得及叙旧，全剧最逆天的2个经验宝宝就开着豪车闪亮登场了。只见下头男1号张磊和他那嘴碎的跟班李娜一下车就开始疯狂输出，先是阴阳怪气男主说自己公司缺个看大门的，问男主要不要去，然后又对着女主疯狂补刀，说什么得亏当年没跟他，要不现在也跟着捡破烂了。我特么也惊呆了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这么点中点的同学会前置剧情？这俩人是把狗眼看人低刻在 DNA 里了吗？强烈建议纳入反面教材，学习傻子讲说话的艺术。更离谱的还在后头，这俩货还非要拉着男女主去参加同学会，生怕自己的优越感没地方展示。你看张雷那小人得志的样，开个破车恨不得把方向盘是小牛皮的告诉全世界。他邀请女主坐他车，说比公交舒服多了。我直接一个地铁老人看手机，你这情商坐火箭都比你这车舒服。而男主呢，全程突出一个淡定，仿佛在看2个小丑表演。面对张磊要借他换下来的贵衣服，男主直接一句不必了，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很快啊，一行人就来到了同学会现场华天大酒店。张磊继续他的个人表演秀，跟男主说，这地方你没来过吧，我请客，你随便点。那口气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把酒店买下来了。到了包厢，他更是把男主安排到角落，生怕男主的环保气息污染了他的上流社会。我真是绷不住了，这哪里是同学会，这分明是张磊个人的霸总变形记发布会啊！酒过3巡，全场最吓人的高潮来了。张磊为了彻底击垮男主，开始了他的终极羞辱 play。他先是让人把桌上喝完的几个空酒瓶堆在一起，然后掏出200块钱甩给男主，让他把这些破烂收了。我的妈，这操作古有赵括纸上谈兵，今由我雷总饭桌谈兵，这精神攻击地 buff 直接拉满了。然而所有人都没想到，咱们的环保先锋沉默哥根本不是什么经验宝宝，他这是扮猪吃老虎，准备开大了。只见男主不紧不慢拿起一个瓶子，2015年的拉图市价8000左右，拿起第2个2013年的牧童市价12000，最后他拿起张磊最宝贝的那瓶2018年的笑音，市场价2万左右。我哭死，哥们你捡瓶子是副业，主业是苏富比拍卖师是吧？全场都傻了，张磊的脸比那酒瓶子都绿。但你以为这就完了？男主接下来的话才是真正的致命空大。他微微一笑说，不过这些酒都是假的，国内灌装成本不超过100。噗，我直接一口水喷在屏幕上，这波是绝杀，堪称爽文照进现实的神机名场面。小伙伴可以把雷总破防了打在弹幕上。被当众拆穿的张磊彻底破防，在走廊截住男女主，放狠话威胁男主，说要让他在这座城市消失。我的妈，这台词也太古早了吧，梦回10年前的 YY 网文。接着他宣布自己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向女主表白，让男主这个穷鬼彻底死心。回到包厢，张磊果然单膝跪地，掏出戒指开始深情告白，周围的同学也跟着起哄。就在这尴尬到能抠出3室一厅的时刻，女主舒婉急中生智，一把拉过男主，当众宣布他是我男朋友。好家伙，这波操作直接给张磊干沉默了，他只能撂下一句你会后悔的，然后灰溜溜的跑了。你以为故事到这就结束了？不，更逆天的还在后面。为了让戏演得更真，防止张磊继续骚扰，男主提议假扮情侣，并且他还告诉女主自己现在居无定所，平时都睡桥洞和公园。女主一听，圣母心瞬间泛滥，竟然邀请一个刚认识没几天的流浪汉住进自己家，还是跟自己女儿一起住。我的天，你就不怕引狼入室吗？编剧你晓不晓得这有多害人啊？就这样，龙王归位，住进了女主家的客厅。晚上，女主终于问出了所有观众的心声，以你的能力，为啥子要过这样的生活？就在男主准备揭秘身份的千钧一发之际，门铃响了。男主淡定地说，是张磊吧？我的妈，这下头男还自带 GPS 定位的，啷个回事？看来下一集就是龙王在女主家门口继续吊打小丑的精彩戏码了。